以西结书21章18到32节，简直像古代战争片加鬼谷子神算剧本加心理惊悚片。想象一下，一位巴比伦王站在十字路口，左右两条路，一边通往拉巴城，一边通往耶路撒冷。这不是普通选择困难症，这是哪里要被灭国的大事。你以为古人怎么做决定？来，这不是抽签，也不是玩剪刀石头布，而是直见占卜加拿神像求签加看肝。对，真的是动物肝脏。是的，今天的主角就是这场神秘选择之夜，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神居然也参一脚。来哦，准备好了吗？19到20节，人子啊，你要定出2条路，好使巴比伦王的刀来；你要定出1条路，使刀来到亚门人的拉巴；又要定出1条路，使刀来到犹大的坚固城耶路撒冷。这个画面很赞，神叫以西结在地上画地图，1条通向拉巴，1条通向耶路撒冷。接着重头戏来了，巴比伦王真的在选。21节，在2条路口上要占卜，他摇签求问神像，查看牺牲的肝，在2条路口上要占卜，简直像打游戏选关卡一样。拉巴难度普通，耶路撒冷最终 BOSS。 而这3招占卜术古代真的非常流行，但注意，神不是叫他这样做，而是他允许这种外邦方式也能走入他的剧情。结果剑指向哪里？22节，在右手中拿着为耶路撒冷占卜的签。耶路撒冷，恭喜你中奖了。接下来神说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。23节，据那些曾起誓的犹大人看来，这是虚假的占卜。耶路撒冷的人不信邪，他们说，不会啦，这哪是真的？他不是去拉巴吗？而且我们刚签完盟有外交关系，哪会出兵？朋友们，这就像我刚跟房东签完合约，结果明天他要拆我房子。我刚说完我们和平共处，你就给我翻脸动刀。但神说，他们就是会来打你，因为你们罪太多，连假占卜都对准你。接着是经典激昂台词时间。26节，当除掉冠，摘下冕，景况必不再像先前。神说什么？来，皇冠摘掉，王位取消，现在的乱象我要一个都不留下。你以为神在清场，其实他在准备。27节，这国也必不再有，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，我就赐给他。这句话是不是有点熟？没错，这句话预表的是弥赛亚耶稣。当人间的王位烂到不能再烂，神说，好，那我预备一个真正的王。整个王位争夺战是为了预备最终的君王登场。你以为只有耶路撒冷中奖吗？28到29节，论到亚门人，仍为你见虚假的异象。神说，亚门人，我也没忘记你们哦，你们在旁边笑人，说假话，搞占卜，幸灾乐祸，以为自己免疫，错。31节，我必将我的恼恨倒在你身上，将我烈怒的火喷在你身上。意思是，你们不是很会玩火吗？那就玩到最后被火烧掉。全剧中的结尾是这句32节，你必不再被纪念，因为这是我耶和华说的。这句话太绝了。神对一个国家说，你不会被记得，等于你被彻底从历史上清除。
而这一切是从一根箭、一个选择开始。这一段不是上帝乱入人类的选择，这是他说，你要选，我让你选，但我早知道你会怎么选，而我的计划也会在你选之中成就。就像你以为自己用 Google Map 选了右转，其实导航早帮你设好终点，是你选的还是他掌控的？答案是两者都对。结语，今天这一段像是一场超大型选择游戏，但它的背后不是几率，不是命运，而是神对人类历史的精准掌握。你以为误打误撞，神说不，是我早就知道。你以为直箭随机，神说那支箭正中你心。因为最终问题不是神怎么选，而是你选择站在哪一边。